历史上最早开示大威德金刚密续的是印度大师拉利大班扎。拉利大班扎是一位来自印度比哈尔邦那烂陀寺的10世纪大学者，他的主要禅修主尊是文殊菩萨。有一天，拉利大班扎亲见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授记只是其往悟经，以取回大威德金刚密续。悟经是一片空行母居住且凡夫无法到达的神秘之地。拉利大班扎长途跋涉到达那里，遇见诸空行母，其中有一位特殊的空行母，名为金刚骑士母，亦是大威德金刚的明妃。最终，他们向他展示了整个大威德金刚密续。不幸的是，他们拒绝让他将密续文本带回印度，他只能在他们面前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记住文本。临走时，大师迅速记下了他所能记住的一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大威德金刚修持的传承才得以保存，并传承给现代修行者。在进入西藏的众多修行传承中，有2位义师，热义师和马义师，以传播大威德金刚的主要传承而闻名。大威德金刚是萨迦派修持的4大本尊之一。在萨迦派中，大威德金刚以完全不同的化身和众眷属示现。在尼玛派和噶举派中，也存在一些以大威德金刚为主的教法体系，包括一些伏藏法。尽管修持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威德金刚始终被公认为智慧佛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大威德金刚也是格鲁派3大主要禅修本尊之一，与密集金刚和胜乐金刚并列。在法王第二佛陀宗喀巴大师时代之前，大威德金刚密法虽然已经存在了，但不算广为流传。宗喀巴大师当时皆结集了其他派系，如噶举派和萨迦派的大威德金刚密续，亲身修持并取得了渐进和成果。在众多大威德金刚密续中，宗喀巴大师特别选出了独有大威德和13尊大威德密续。大威德金刚修持法属于殊胜的无上瑜伽部，在无上瑜伽部中，唯一同时结合父续和母续的，就是大威德金刚密续。大威德金刚密法之所以非常强大，是因为它同时专注在修明光和幻身。大威德金刚密具有7种特殊的性质，其中一个就是，无论我们造了多么深重的恶业，无论我们给别人带来了多少痛苦，如果我们真诚的忏悔，并且修持大威德金刚密法，就能够在这一世净化所有的恶业。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密宗或显宗的教法能够给予这样的承诺。比如说，如果我们犯了5无间罪，那就是杀父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僧，在死亡时就不会经过中阴身，一闭上眼，当再睁开眼睛时，你已经投生地狱了。但是在大威德金刚密续里，要是犯了5无间罪之后，如果可以很好的修持大威德金刚密法，我们就可以在这一世就净化恶业。在大威德金刚左边的一只手握着刺穿人体的一根棒，就是代表这个性质。身体被刺穿的人，代表着恶业的结果和我们必须忍受的难以置信的痛苦。大威德金刚握着的这一根棒，就表示了即使本来应该下3恶道、下地狱受的恶业，你也可以通过大威德金刚密法净化。所以，如果我们犯了如此深重的恶业，强大的大威德金刚密法还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么对于不那么严重的过失，大威德金刚密法的功效就更不用说了。第2点，大威德金刚是在藏传佛教中所有诸佛菩萨护法中最为愤怒凶猛的一尊。因此，修持大威德金刚，最终可以去除因我执而产生的嗔心，这股嗔心最终得以减弱、消除和净化。而且，没有任何鬼神，甚至其他护法神，可以胜过大威德金刚的修行者或成就者。一位大威德金刚的修行者，只要说一句“我是大威德金刚”，任何邪术、神灵、鬼怪都不能骚扰他或被他加持过的人。因此，大威德金刚的修持对于保护自己免受负面、破坏性能量的侵害非常有效。第3点，让我们陷于轮回束缚的主要因素就是愚痴或无明。这股无明使我们执着于不存在的自我假象。这点在理论上理解并不难，可是单从脑筋上的理解并不足以转换内心。我们很多人都理解佛经上所说的，可是并不见得都带来内心的改变。只有悟到了，成了本性，才能激发真正的转化。我们日常生活中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以本性出发的，
这种本性已经在我们的心识流中累积了很多世，也称为习气。大威德金刚修法将会非常强而有效地去除我执，因此要达到空性，修大威德金刚是最有效和快速的。因为大威德金刚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大威德金刚和文殊菩萨是无二无别的。另一个利益就是在大威德密续里有提到，如果你修大威德金刚法，我们再也不需要修行任何其他密续来获得开悟，仅凭大威德金刚的密续，一个人就可以开悟了。在修持大威德金刚密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增长记忆力、神通力、洞察力、辩才、语言能力以及对佛法的彻底理解，并且在祈求大威德金刚的过程中，可以积累大量的功德。在我们修持大威德金刚时，我们不只是修持密宗，同时还是在修显宗，因为大威德金刚同时结合了显宗和密宗。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来说，修持大威德金刚密续是有很多很强大的利益的，所以那些有非常大功德来获得大威德金刚灌顶的人，如果可以同时把持菩萨戒和金刚戒，那就肯定可以成就大威德金刚。最后，愿将这段影片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